大家来到拜托 ATM。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。这未来银行我们将在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的现金回馈活动。没错，只要通过意志考验，就可以把高额的奖金变现带回家。来，欢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，今天主题是冬季降补，健康又营养。欢迎5位嘉宾，欢迎5位哦。哎，5位嘉宾的亮相，首先介绍第一位呢是小艾医师，你好。小艾医师好，他是医美诊所的院长，跟我们分享一下冬季怎么补健康又才营养。冬季呢，我们的皮肤会干燥缺水啊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打水光针来补水，让我们的皮肤 Q 弹又饱满。来欢迎你啊，黄欣怡。晚上好，小姐好，大家好。欣姐本身是餐厅板娘，然后养生二宝妈，已经是2宝妈了。对，晚上呢就是要来我们餐厅喝一个老母鸡的炖汤，最养生，超适合这个时候。回去生小孩，哎，不用再生了，真的不要。好不容易小孩都大了。接着侯昌明。大家好，健康节目主持人啊，对于一生健康来讲，不是他，都是他老婆啊，都老婆来照顾的。没有，因为那个不管是生活起居啦、料理啦，因为亚楠很在行嘛，是，我们就靠他就好啦。是，但是我也有赢他的地方啊。因为我们毕竟主持健康节目很久了嘛，包括从电台20年前我就一直在接触了。是，那我们在家里阳台以前，我们就偶尔种一些东西，那他都不晓得，比如说左手香啦，鱼腥草、臭虫草啊，就有一点，然后我们就随手就在种错警方来临检。味道不一样，邻居也会举报。谢谢吴明珠，你好。院长好，大家好，中医诊所的院长，他在北京读中医的。哦，那个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这样，乡里支教，行长指教。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第5号来宾史丹利，太厉害，他是精通芳疗养生，但是他是彩妆师，所以如何彩妆跟养生跟芳疗？因为我们在化妆前，我们都会帮艺人做一些脸部的按摩，然后我们会带到脖子，然后我们就会用一些精油啊，比如说像是薰衣草啊、茉莉啊这种舒缓的消水肿啊这样。来欢迎1位来宾，欢迎2位哦。今天我们特别请了我们的王牌营养师刘怡里营养师，你好。欢迎我们的银行顾问，欢迎。我们进行第1回合，协力夺金。来，第1回合协力夺金，我们请Sandra来讲规则。好，这回呢要团体合作，一起把红利金堆到最高。每一题呢有90秒可以讨论，赶快取得共识，越快有共识，奖金越高，因为那个时间会一直倒数，奖金会变少。那每一题的主答者不一样，那主答者要锁定最终的答案。轮流，总共10题。好，来，你坐庄了哦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站着吃饭竟然也有好处，请问站着吃饭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优点 ？A. 不容易暴饮暴食 ；B. 餐与餐之间不容易感到饥饿 ；D. 肠胃消化更快速。请作答。答案产生不一样了。哇，2 A 1 B 2 C。90秒计时开始，请讨论。昌明哥，你为什么觉得是 B 呀？没有，因为我只是觉得你每次坐着吃饭，然后吃到最后，其实你饱了，但你没有感觉到站起来之后，发现哎呀，其实我很饱，之后再才站着，可能是你对饱足感比较直觉。好像蛮有道理的，听起来有道理耶。那 Stanley 跟明珠老师为什么觉得是 C？因为我跟你讲，站着吃饭的时候呢，它其实这个肠胃道它没有一个弯曲嘛，就这样直着，所以吃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可以比较快速的好消化？比如说喝个水，咕噜咕噜就下去了。那这样会比较快大便吗？通常会一点。吃完就大。有这个感觉。如果你刚好在边运动边吃，拿钱哦。我们的时间好，请决定。我觉得 A， 我们的答案是 A。按锁定。7883，经过讨论之后统一由庄家说 A 了。我觉得还是 A， 我要选王心怡。暴饮暴食。因为呢，站着吃饭，你看我现在穿着高跟鞋这么累，就你知道就没有心情，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一直吃啊。我们就慢慢吃个几口，就觉得好累哦，好饱，就想要走了。感觉比较优雅。所以如果你穿布鞋站着吃，你就会暴饮暴食吗？也不会，因为很累，站着很累。请公布正解。可惜答错，正确答案是 C。
肠胃消化更快速。大家看看物理性的，你这样站着就会直通底下，所以当然是消化比较快。可是有一个缺点哦，你站着你就没有意识到，因为它可以堆的比较多嘛，所以你就更容易暴饮暴食跟吃更快。所以其实不是站着吃或坐着吃的问题，是你慢慢吃，是速度比较重要。所以答案是肠胃消化更快。对，所以你讨论的他是选择 A， 所以是0元。这题奖金没有拿到啦。第二题黄心怡做主啦。第二题来，请出题。黑白大厨正夯。根据研究指出，深夜收看料理节目可能导致罹患什么疾病 ？A. 高血压 B. 胃食道逆流 C. 糖尿病。请作答。哎呦，一个 B 一个 C 而已，那就是聪明的啦。计时开始。其实我本来认为是胃食道逆流，但是呢，因为你看了美食的节目，你会肚子饿。它隐藏的陷阱就是你会吃宵夜。吃了宵夜之后，你的那个糖分就会变多，变多了你就有可能会糖尿病。在变成糖分之前，你要被消化，所以这个消化的时候会让你吃，就会把我们的什么这个门呐、喷门就会往上，你就先得到的是马上感觉胃酸逆流。但是我这么多年到吃宵，我到现在也没有胃食道逆流啊。没有，我吃宵夜的经验就是会胃食道逆流，没错。我觉得是 B，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，大家都是。好，我决定。安定 B。晚上吃完之后血糖是会变高了，是啦，但是你的胃食道逆流更严重，因为你躺下去睡嘛。但他这题并没有说吃哦，我只是看料理哦。因为你看了之后就会很想要吃啊，像他之前很有名那个泡面料理，哇，一看完我马上就去煮泡面。对，题目没有说吃，那你看着看着会不会血压高呢？对啊，会诱发你的食欲。你会发现他没有吃，你又发食欲，那会不会答案是 A 啊？太紧张，太紧张，太紧张。来，请问对或错？正确答案，恭喜获得8149。其实啊，你看节目啊，你看影像啊，跟那些东西真的好好吃哦。就算你没有真的吃，可是你的身体开始工作了，所以你的胃酸就开始分泌。那你本来应该休息的胃，这个时候就开始加班。那你开始分泌胃酸的时候，当然很容易引起胃食道逆流。现在有8000多块了，8149。第三题侯昌明主导，请出题。这样吃会吃出病来？请问下列哪项农民历中的食物禁忌组合是真的 ？A. 菠菜加牛乳 B. 毛蟹加柿子 C. 虾子加南瓜。请作答。大家都选 B。哎呦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讨论什么？因为这个，请讨论哦。毛蟹加柿子是我们都有看过农历上面有写的，没错。而且蟹也不是比较多的嘛，然后柿子也是比较容易不适合在一起。但是如果以中医的逻辑，有没有不同的见解？因为菠菜加牛乳，对我知道你也选 B。好，那算了，没关系，不要再去打岔。我们的答案确定是 B。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！那这一题呢，请我们的顾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知识。其实农民历上面很多都是在参考以前的环境，以前环境可能没有一些保存，比如说没有冰箱啦或冷冻啊，所以很多东西只要牵扯到海鲜，不管海鲜跟谁搭，好像都会有中毒的现象。那为什么答案是2呢？其实它是有道理的，因为虽然毛蟹是海鲜，但它里面有大量的蛋白质。那柿子呢，不管是软的或硬的，它里面的这个单宁酸的成分很高。那当单宁酸遇到蛋白质到我们的胃里面跟胃酸混合的时候，它比较产生容易凝结成块。所以有些人可能如果说这样子的搭配，当他胃的消化不好的时候，他可能比较容易产生胃阻塞的问题。所以常常你就会看到一些新闻，就是说老人家或小朋友这样的搭配之后送急诊。因为可能就肠阻塞不舒服这样子，然后提醒大家就是说，除了柿子之外，刚刚提到单宁酸含量比较高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些食物可能也不宜跟毛蟹一起大量的吃，比如说像葡萄，然后芭乐，然后还有像中医里面的山楂，这个都不适合跟这个蛋白质高的一起，它可能会对一些消化不好的人，可能就在胃里面会阻塞。第4题吴明珠来主导，请出题。一边洗澡一边小便，省水又方便。然而研究指出，不建议女性站着尿尿的原因是什么 ？A. 骨盆会无法完全放松 ；B. 导致尿道口压迫
C. 骨盆肌力不足，请作答。好难好，2A3B。历史开始。那昌明为什么你写 A？啊，我乱答的，因为我没有这个经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都站着尿，对不对？史丹利，我觉得站着的时候我们都要就暂停，然后都要缩小腹，都要变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应该是没有办法放松，好好的释放排泄这样，所以应该就会比较可是难。他说的是骨盆呢。啊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尿尿，其实有一个关口就是尿道口，对啊不对？所以女生这个部分呢，因为它的弯度的关系，所以呢，通常站着不是非常的适合我们的这个。你决定就好。对，没错，是选 B，支持。请按。东东选 B 了，选择的是导致尿道口压迫。坐的啦、蹲的那个尿道口会比较放松。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有道理啊。他这按了答案之后，我突然想起，我曾经那个泌尿科医师跟我说过，男人不适合坐着尿尿。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男人回家会配合老婆清扫问题，都配合坐着尿。所以坐着尿，男人的那尿道它会比较压迫，其实不好尿。那可能是因为女生有反过来想，应该的话，这个逻辑我是站着会压迫，没错。对，对或错？可惜答错，正确的答案是 A， 骨盆会无法完全放松，所以2位男性答对了女性。我们才是行家，果然你懂，女生的工作我怎么可能？是因为站着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你的骨盆可以就是这样伸着，你会这样子没办法放松，所以里面还有一些尿没排干净，所以本身你有没有排干净，跟你尿道口是不是压住比较没有关系。没关联。所以大家想想这个姿势啊，我这样子核心肌群。你不是中医，不是博士，我根本不是很了解人体结构。而且刚刚明珠老师讲的非常的头是道，你不是反驳我们两个？没有，我现在想到，他其实这个他说我现在想到肌力的问题，肌力。你也是人体气象台，一变天关节就会痛吗？请问预防退化性关节炎，平时要注意什么 ？A. 钙质补充 B. 肌肉保养 C. 注意保暖。请作答。好，3A2B。都没有人选 C 哦，注意保暖都不行。有人改题目了，有人改答案了，3A1B1C。A、B、C 对啊，请开始讨论。明珠老师为什么会觉得一定要是注意保暖才是预防？其实这个题目我觉得很怪耶，他说平时要注意什么，然后又说，这个天气在变就会痛，所以天气跟什么？温度有关系，所以我后来改注意保暖。但是因为上一题他都乱答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张明哥快点。好 B， 因为你知道吗？退化性关节炎，医生永远给你的复健科医师的建议什么？是养大腿肌肉，膝盖你要靠肌肉去支撑，所以你只要肌肉有了，这个就不是问题。但是现在很多保健食品都在讲说什么吃钙可以，对，帮助自己的肌肉什么的。没有大家都运动哦，没有，是关节，不要选 A， 快点，我们快来不及了，选 A。你决定，因为我用的是 B， 那我决定选 A 哦。好。奖金停在7618元，最后讨论出来就是选择了 A。我吃很多保健食品，相信我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你还年轻。你还年轻啊。好，对或错？可惜答错了。我就跟你讲，你这个时候我们这已经到一个年纪的，对，因为我就有一点点初期的那个退化性关节炎。我本来选 B， 我本来选 A。医生就这样说，运动大腿肌肉，气候变化，我就真的对，因为正确答案是 B 嘛，肌肉保养，因为就是这一圈。你要让好好的运动跟保养，你周围的肌肉、韧带还有肌腱，才可以防止关节炎。那钙质的话，本身是补充骨头的本身，是不太一样的。第6题，请出题。这些食物发芽，别急着丢掉。请问下列哪种食物发芽之后，营养价值反而更高 ？A. 黄豆 B. 地瓜 C. 姜。请作答。
哦，3A2C，请开始讨论。为什么心怡觉得是姜啊，姜？老姜啊，不是越老越好吗？然后发芽之后就会变成是那种另外一个姜浓郁的老姜，浓郁的老姜就是本身的一个姜。是 C？其实我有点想改 A， 因为我觉得就会听到黄豆芽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是不子想。是？好，所以那我就改 A 咯。对，不能改，你不能改，不能改啊。可以改，主导是他呢。我觉得好，好不好意思我们就选 A 好不好？好，时间有限，我们的答案是 A。啊，哎呦，黄豆对或错？对啦。恭喜答对。我们请营养师来补充一下吧。其实黄豆呢，它如果发芽之后变黄豆芽嘛，那它里面营养价值 B 群含量就会增加，尤其是像维生素 B2，它是帮助糖类代谢，维生素 B6是帮助蛋白质代谢，这2个 B 群会特别的拉高。然后另外它的植化素里面护眼的成分会增加，贝塔胡萝卜素会增加，所以大家比较不晓得哦。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，当变成黄豆芽的时候，其实它的维生素 C 也会增加，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如果是3个比较的话，哪一个营养价值会拉高，就是所谓的黄豆。哦，现在奖金25776块，来黄心怡主导，请出题。你洗澡习惯是热水派还是冷水派呢？请问洗冷水澡对人体有什么好处 ？A. 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 ；B. 促进血液循环 ；C. 减少罹癌风险。请作答。 4A1B，来，请讨论。只有 Stanley 是 B， 开始讨论。 Why？ 因为我记得我去做过一个，就是全裸，然后进去一个冷仓。我记得是医美有这种，哦，有对冷冻仓啊，对冷冻仓，它好像是可以帮助一些运动员，就是血液循环，对血液循环或可是如果者运动后的泡温泉的话，也是可以血液循环增高。那个应该是高压氧吧？不是不同，是吗？那高压氧是一个是冷冻仓。对啊。可是洗冷水到底跟心血管到底有？那个是因为你的温度的，它血管的收缩，你可以训练得更好。哦，对，听长辈的准没错。听长辈，听超明哥。因为有一点，好，那我们就决定 A 了，就决定 A。好，我们答案就是 A。哎，奖金停留在7840块，终于统一了，有 A， 就是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对或错？可惜答错，正确答案是 B， 促进血液循环。哎呀，你们对不起他。不是那热水也可以呀。对，大家想想，心血管疾病其实很危险的。你说冷热一直交替，其实是会增加它的风险的。所以以前很多人洗三温暖，洗一洗就热的。跳到冰池，冰池又跳到热的这样。对，所以大家可能有点搞错了，不是心血管，是血液的本身。你如果洗冷水澡的话，是血液的循环会变好，你肌肉酸痛也可以改善哦。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不能怪你，因为我们4个都错了。我们都以为就是题目出的不好，题目出的不好。你们奖金还是25776，来，侯昌明主导了，好，请出题。台湾人爱吃火锅，但进食顺序很重要。根据康健杂志报道，煮火锅时应该先吃什么最健康 ？A. 煮海鲜吃 ；B. 烫蔬菜吃 ；C. 涮肉片吃。请作答。1A。B、C， 哇塞，我以为这答案会一致哎，怎么可能啊 ？C、A、B、C 对了，请开始讨论。那为什么刷肉？因为像日本人也是吃火锅的达人，你看他们都是先涮肉片吃，然后日本人也是非常养生的啊，所以表示我觉得先吃蛋白质，先涮肉片吃。日本养生很难讲，他吃腌制吃一堆，胃癌很多。来，哎，我觉得因为肉的话，它蛋白质它还有油脂，油脂就对身体不好。可是海鲜的话，它这只有蛋白质。然后嘞，所以对身体比较健康啊。吃火锅的时候，那蔬菜不是更健康？可是蔬菜就只有蔬菜，它没有蛋白质啊。最健康蔬菜，我还是维持我的看法。我的答案是 B。哎，停留在8319。对，可是依我来选，我会选涮肉片。真的吗？因为你就很想先吃肉。不是啊，因为青菜有的东西它是要放到最后煮的嘛。我觉得是海鲜，没有，一定是肉。瓜哥，你知道我在家，我大概365天，1年我大概有300天，我的早午餐一定是一大盘青菜加鸡胸肉。然后我每次的健康检查大肠镜哦，我大概没什么息肉，所以你先晚餐都乱吃，吃青菜再吃鸡肉，我炒在一起，所以但我青菜的量都很够。
那你就是健康。它本身选的青菜跟鸡胸肉就是健康的。对呀，对啊，对呀。啊，有没有健康的麻辣锅呢？有啊。对或错？好紧张哦！肉，恭喜答对。其实非常单纯嘛，海鲜跟肉类就会有些杂质，所以你要刷之后呢，它就变成你里面的汤啊什么也被有点被污染到了。但是蔬菜的话相对比较单纯，所以先吃蔬菜是可以避免摄取到一些杂质。可是先涮肉真的比较好吃。对呀，对呀，难怪他先上青菜盘。他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你的健康，为了你的健康着想。对。来，奖金有34095块了。接下来第9题，吴明珠来主导，请出题。营养师指出，冬天喝牛奶竟然比较健康，请问为什么冬天喝鲜奶营养素比较高 ？A. 乳牛乳头比较尖 ；B. 冬天杀菌时间比较短 ；C. 乳牛食欲比较好。请作答。哇，应该是 A 了吧？应该是。好，1A 2B 2C，请开始讨论。怎么样？快呀！扣钱了。为什么说 C？不是啊，因为你夏天跟冬天你的牛奶。那跟乳头尖不尖没关嘛，它是杀菌时间，你那是机器在杀菌嘛，那有什么关联？那所以就剩 C 嘛。啊，冬天它食欲比较好，吃的草啊各类型比较多，那直接分泌出来的牛奶就会比较营养。哎，也是有道理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那我们刚刚有一个，哎呀，为什么乳头比较尖？为什么乳头比较尖？不是，我在 A 跟 B 之间犹豫，所以我就选 A 人或动物，冬天乳头一定会尖啊。是吗？当然了。那营养素会比较高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跟你拉比赛，我们时间有限。啊，对了，啊，我感觉你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好，对，换 C，好，通通选择 C。好，我们拉迪赛一下。我跟你讲，跳上空的那些女生，疯马秀，对，怎么样？上台之前，她冰块必须去。哦，要给他们让冷缩热一点，她碰到冷才会坚挺啊。这是天气冷就会坚挺，这并不是因为什么，它是天气就这样啊。跟营养素无关，没关系啊。它一冷就会尖啊，什么？那比较尖。跟牛奶有没有营养？这关联没错，这无关。你们自己女生很清楚嘛，一到冬天一定是比较坚挺的嘛。男生有乳头啊，也比较坚挺吧？也会啊，会都一样。所以这个坚挺是一种现象，那到底会不会比较方便？那跟营养没关系啊，跟营养挤牛奶，我但是浓度没有比较高。没有，现在挤牛奶都是用机器啊，那个吸的那个罩上去，还是冰块，这样会不会太累？好，选择 C， 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！那这里请我们的顾问来分享一下。其实因为我们台湾的乳牛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荷兰乳牛种，那这一种乳牛它的特性呢，它比较适合生长在0到15度C，就是有点微凉，然后清爽的这种天气。所以呢，夏天我们台湾夏天很热。所以相对的话，它食欲不好，所以它的饲料啊、草啊都会吃的比较少。那冬天的话比较凉嘛，比较舒服，所以它吃的饲料比较多的情况之下，相对它乳汁的营养会比较高。那包括它乳汁里面的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都比较高，所以我们会推荐就是说，因为台湾人夏天的时候他会喝冰的，然后他喝冰的这个牛奶，所以我们夏天的牛奶的销售量比较好。但反而冬天我们的牛奶销售量比较低，因为大家喜欢喝冰的嘛。但我们会建议就是说，冬天的时候你可以把牛奶，比如说你在便利商店买，你可以拿去加热。其实牛奶是可以加热。加热完之后有一个诀窍，就是说，因为牛奶本身它是很高营养价值的，蛋白质很高的，所以放在室温下，我们就1个小时内把它饮用完毕就可以了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不想喝太热的，那你就是加温完之后呢，你再放它会凉，1个小时以内喝，其实营养价值都很高。那我可以追问一下吗？你说，因为牛奶有时候加热，它上面会有一层薄膜，对，那个薄膜它是不是好东西？建议不要，因为它蛋白质就变性了，所以尽量加热到不要有薄膜。所以它的加热方式，第一个就是说，你可以微波加热，所以你要控制一下，不要让它产生薄膜。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隔水加热，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啦，但是就是要不要让那个薄膜形成。奖金有41696了，最后一题啊，由你来主导，请出题。请问，一个家庭中有多少兄弟姐妹？
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会比较好 ？A. 1个 B. 2个 C. 没有兄弟姐妹。记住了。好，全部选 B。来，请讨论。我是觉得啦，就是2个人，你知道老人家走了比较可以讨论说怎么方便，就是去照顾爸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1个人的话会很累啊，你要赚钱，你要重担都在身上，对，重担都在身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逼。可是现在说的是心理状况了，我是觉得应该是说，哎，有兄弟或者是姐妹的时候呢，各种事情都可以讨论，对，分享。不仅是父母的事情，甚至有时候哎穿衣服啊，或者是在高兴都有人分享。没错，那我们就是他，就他，好了。选择2个，2个是 B 对或错？ 2个。可惜答错了，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兄弟姐妹。我们大家是不是都一直以为说一定生很多可以分享？可是不要忘记，分享的另外一面就是比较。所以比较的时候，对青少年的他的压力是比较大的。哎，为什么你哥比较会读书？为什么你姐长得比较漂亮？所以真的有这个杂志做这个研究哦。其实呢，你是独生子女的话，你获得父母所有的爱与关切。天哪！好，总奖金是41696。答对了5题。对，这个奖金到底属于谁呢？哦，进行下一回合，唯我独拿。现在奖金是41696啊，我们直接凑个整数42000。哇！也就是你们5个人会淘汰4位，最后1个人来挑战42000，唯我独拿。是，那在这一回合呢，是听题目之后呢，大家抢答作答。如果答对的话呢，就累积1积分。你累积2积分之后，就会有一张淘汰卡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决定要淘汰哪一位队友。最后那位留下的那位才可以把所有的奖金挑战带走。哇，不能糗1、糗2就淘汰了哦。对，因为不能乱按嘛。对，因为你拼命乱按，答错了是糗1，再答错了糗2，就请你到旁边休息。糗2是会被淘汰的。这么快？答对2分呢，可以淘汰1个人。来，唯我独拿第1题，请出题。冬天即将到来，根据台湾的传统习俗，开始吃食品进补的时间点会是在立冬。来，明珠，这个范围。立冬。他的答案是立冬，对或错？答对了，就是立冬要开始进补啦。有1分了，哎，明珠就可以解释啊，立冬哦，立冬通常我们在这个传统的时间点呢，在天气很冷的开始，就是立冬的时间。那还有一个时间点是我们现代人比较会去进补的时间，就是冬至。冬至要讲营养，那个时候那个温度是比较下降。但是在传统的时候，大家呢不像现在很温暖。你到那立冬的时候，其实大家还在什么？我记得我去年立冬还在吃生鱼片，所以它就有剩阴的现象了。但是其实传统是从立冬开始。来，接下一题，请出题。精力不足就要补肾，请问中医认为补肾可以多吃黑色还是白色的食物？ Stanley， 黑色的食物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，累积1积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肾啊，就是补足能量的根本。那黑色食物觉得可以补肾，那有哪些黑色食物？像是芝麻、黑豆、紫米、黑木耳这些都可以参考哦。哎，对，好，加1分了哈。谢谢。我有2分的话就可以淘汰人哦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你常常抽筋吗？请问预防抽筋可以吃香蕉还是葡萄？香蕉。心怡说香蕉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，也累积1积分啦。所以很多运动员为什么打球打到一半都会带香蕉？是高尔夫的，对，他沿路会带香蕉，或跑马拉松的。对，因为它可以补充这个钾嘛，然后香蕉就是很多钾。好，加1分，我3个人有1分呢。是的，这样就淘汰就有学问了，到底淘汰谁？怎么选哦？因为你淘汰别人的时候，你自己有0分。但你淘汰完之后你就归0了哦。所以你现在0分反而安全。哦，是这样子的意思的。他2分不会淘汰你啊。哎，我还在隐恨说怎么都没按到哎。我手比较短。但是还是要自立自强嘛。对啦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
年纪大了容易有顽固性高血压，请问可以有效降低血压的动作是深呼吸还是吞口水？请说。深呼吸。深呼吸，像瑜伽一样深呼吸，镇定。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为什么深呼吸可以调节血压？就是因为你肺部活动嘛，那你就是这样舒缓一下，然后可以顺道的带动你的肾脏活动，然后肾脏呢本来就是可以调节血压的，所以一个带一个。恭喜吴明珠了，有2张卡。你现在一张卡是 out 卡，你有1张卡了，你要淘汰谁？我要淘汰的是侯昌明。太聪明了，我是你邻居我还没答到半题。你是一个什么啦？有影响力，而且非常让我们会威胁什么威胁？我按您都按不到。何昌明，请到旁边休息。谢谢昌明哥，谢谢昌明哥，贡献给大家。昌明哥，谢谢你刚刚的贡献。那个表示有压迫感，对，但是吴明珠医师也归零哦。好，现在换你们2个各有1张卡，所以还要继续努力了。好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每天都好想睡，请问根据研究，比较容易爱困的季节是夏天还是冬天？请选冬天。冬天，对或错？错。可惜答错了，大家都误会以为冬天会昏昏欲睡，其实夏天比较想睡。为什么？因为夏天气温高，你的血管就必须很多血液都送到皮肤这边，所以你的脑部的供氧其实就没有那么足，所以昏昏欲睡其实是夏天比较常见哦。夏天虽热，但常常凉风一吹就在吊床上用。对，好险没按到。请继续出题。请问更能放松身心的是裸睡还是穿着衣服睡？好，史丹利，裸睡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其实大家都知道裸睡很好嘛，为什么就没有压力、没有束缚啦？不过要小心，床单跟被套要干净一点啦。是。哦，对对对。还加1分。哇，史丹利也拥有1张对奥特卡了，请淘汰。选择一下，说出那句话。我要淘汰的是小艾医师。太显细了，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最无害，但是 maybe 他后面就追上了。来，小艾医师请到休息。你看我刚才我没有选你哦，感谢感谢，好，试下一点喽。先喊话了，土爆是不是？没有，他答错那个卡也会到货哦，那卡会不见哦，不见得哦。所以不能乱按。很精彩了，这件大家的跟我们想法不一样，先淘汰没有卡的人哦。对，那下面一题请出题。出去走走吧，请问晒太阳可以补充什么维生素？明珠，谢谢。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。恭喜，恭喜答对，这个应该很 OK，大家都知道。钙质，对，强健骨骼啊，所以吃钙去补充的更好。所以每天去晒一下太阳。要。听说那个角度还有差，好像要晒中午的15分钟，对吗？他说10分钟就可以，哦，不然会中暑。而且女生你知道吗？就是他说有时候擦了防晒就会阻碍你变成维生素 D， 所以我建议就是晒背，不要晒脸。来加1张卡的。几张？哇，目前是你有1张卡，你有1张卡，你没有哈？没有卡。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料理方式大比拼，请问比较健康的料理方式是蒸还是？哎呀，等你蒸。哎呀，对我说。恭喜答对啦！大家都有1张卡呢。煎、煮、炒、炸，蒸是什么？及气炸。对，蒸其实最健康还是水煮啦，再来才是蒸。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气炸有相对比油炸来的健康一点，是有的，但是还是说排在中间而已。那最不健康就是用油来炒跟油炸是最不健康。来，现在各1张卡了。哇，司机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营养价值比较高的是燕麦奶还是牛奶？你说燕麦奶。
对或错？可惜答错了，大家都误会，没错，燕麦其实是很好的东西，但是燕麦奶，市面上燕麦奶其实都是精致加工品，它里面主要是淡水化合物，所以它的钙本身其实是不足以牛奶的，所以牛奶还是比较健康的。哎呦，我们年纪大了，你们三甘油脂高啊，所以要吃这个啊。所以对某一些人来讲，可能燕麦奶才是比牛奶适合我们这样。OK， 营养价值。那明珠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是最安全的。对，他们两个会想要对付彼此。他们有一张卡不会淘汰你吧？对，他自己变零，等着别人来杀他哦。所以你是最安全的。或是他自己一直乱打，然后就自己淘汰自己。有可能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求赢，他只是那张卡不见而已。对，来，请出题。小酌怡情，请问适量饮酒对血管还是肠胃有帮助？明珠。哦，血管。血管对或错？又抢1分了。恭喜答对。其实呢，酒精适度的话，比方说1天1个小红酒啦，其实已经有医学证实呢，可以降低什么脑中风啦，什么一些心因性的猝死啦，这些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哦，但是要适当哦。好，接下一题，请出题。打喷嚏好痛苦。根据环保署调查，国人发生过敏的原因，多数是因为天气变化还是尘螨？请说。天气变化，对或错？可惜答错。其实呢，台湾有90%的过敏哦，都是因为尘螨。那怎么做？就是被单啊、枕头啊常常换。那小朋友特别是这样子。对。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饿了多喝水。请问，想要抑制食欲，应该喝水还是气泡水？明珠，可恶，很难啊！可恶，气泡水。气泡水对或错？应该水答吧？错。怎么会是气泡水呢？对，因为你气泡水它其实是加压的二氧化碳，你进去你就咕噜咕噜，你就觉得哇，食欲大开，你的肠胃跟口腔都觉得我想要吃些什么。可是我喝了气泡水就比较不爱吃。因为你觉得有饱肚子胀胀起来的，我觉得明珠姐蛮不一样的，他是故意的，他是故意的。OK， 下面一题请出题。热量低就好吗？请问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是全脂牛奶还是低脂牛奶？请作答。明珠，全脂。对或错？对，当然是全脂啦。对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哦，全脂会不会太营养了？其实真的不用太担心，全脂喝下去是营养很好的。请继续出题。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常有的富贵手，其实是一种湿疹还是干癣？来，湿疹，湿疹对或错？对，是湿疹。没错，富贵手就是主妇湿疹嘛，你是洗东西啊，所以碰到水，它当然就是湿疹的一种。各有一张了，好来，请出题。请问含有可可粉的是白巧克力还是黑巧克力？明珠，黑巧克力。黑巧克力对或错？好，恭喜答对。白巧克力大家都以为它是巧克力，其实它只是巧克力的油再加上奶粉，所以呢，它其实营养价值啊，还有一些都是不太健康的。黑巧克力是比较健康的。现在为难啊，两个都有一张卡，也就是你淘汰一位你就变0了。明珠姐，对方1-0就淘汰你，但你必须要淘汰一位，你认为明珠姐，比较聪明。我跪下了。明珠姐，请淘汰。我要淘汰的是王心怡。为什么？好特别，因为她是其实都一个很奇怪非常爆发力，她可能在后面爆发力非常强的我。真的是都按不到，我刚刚一直狂按，我狂按，怎么会想后面吧？那前面的眼前威胁最大就是你旁边的。然后她长得很帅啊。谢谢明珠姐。来，请坐。但是他现在危险，他归零了。落后人一张卡，有时候 standing 对啊赢了你就赢了哈。好，这就是游戏规则了，生存游戏。请出题。台湾人都打过的疫苗卡介苗，
是用来预防日本脑炎还是肺结核？哦，哇，来，哇，那个笑容，日本脑炎，日本脑炎，对或错？错。肺结核 ，OK。你在说什么？让给明珠姐不行吗？你这贴心对不对？它是活性疫苗，经过减毒后注射到人体。对，它可以预防初期的85%的病症，它不是完全终结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感染的话呢，它可以让你起码不会到严重的并发症啦。但日本的，他得意啊！好像大家现在对题目重不重要性不重要，是看他们俩比较重要。这样再回到原点，归零了，看谁强了。精彩！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现在许多人远端连线居家上班，请问在英文当中会用哪3个字母来简称居家上班 WFH， 对或错？ Yes, work from home. WFH。对，好，接下来请出题。请问土鸡蛋跟一般鸡蛋的差别是蛋壳颜色还是营养价值？请说。蛋壳颜色。不是说土鸡，那个黄色土鸡蛋比较营养吗？来，蛋壳颜色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其实大家都以为土鸡蛋有那个黄黄的，就是红红的，它比较营养。其实没有，它们两个营养价值是一样。那为什么土鸡蛋会比较贵呢？因为白鸡蛋的产量比较多，土鸡蛋比较稀有，是因为这样，但营养价值没差。哎，Stanley 已经获胜了啦，他赢到。怎么淘汰他？你要淘汰我？贪图人家长得帅。好，42000块 ，Stanley 来挑战了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获胜者有42000块，谢谢 Stanley， 来请插卡，要挑战42000块里面先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，来请出示2道密码。2道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52画的漂亮是种罪，或是总笔画50画的帅到讨人厌，帅到分手。你该不会就是觉得他在说你吧？啊，不是，你一定是说他嘛。他对呀，我的帅不需要讨论了。是。高明珠姐选你留下，就是因为她觉得你帅。对，不忍封杀你，最后结果被你杀掉。他刚刚一开始还说我像女孩子，长得很漂亮哦。漂亮是种罪哦。是，漂亮是种罪。好。这个那4个字成语要怎么形容？漂亮是种罪哦。对，红颜祸水。你讲的是妲己那种啊。对，搔首弄姿啊。搔首漂亮是种罪啊。52画有点多啦。好，我选帅到讨人厌好了。来，请锁定帅到讨人厌。漂亮是种罪是什么呢？哪4个字来，请看。红颜薄命。对，这个你会写吧？这个我会写。帅到讨人厌，50画也不少，到底是哪4个字呢？请准备好了，请出题。风流倜傥。风流倜傥太简单了吧？计时1分钟开始，清楚，写字。42000哦，密码。好，用这个按钮。809。好，留。你接下来越来越难了哦。倜傥。等一下哦。不行。慢慢找会对。好，密码。第3个清楚。先按清楚。对。倜傥的倜。怎么办？先随便写。笔画，停，几秒？还有10秒，好了，用了50秒。对，密码09091221。对或错？错。
错。还有10秒钟啊，想清楚，你一定是那个字错嘛？来，一定太难写了，讲清楚。真的很难写。部首一样。部首一样，我知道，部首一。来，计时开始。T。你写完它，写完它，写完它。我写不出来的。好。笔画。好。好。密码。09091321。对或错？错。也超过50画啦，下一张。来看正确解答。啊，最后一个字啊，长的话是22啦。你写21了，好，谢谢，跟他说拜拜，拜拜，进步，拜拜。来，风流倜傥哈。是，对，讲爱美的人都是这样，因为你是做彩妆的嘛，对，所以题目要跟你有关的，要不是漂亮就是帅了，对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很遗憾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，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，谢谢大家参与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。ATM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